为什么王林混得越惨，衣服越破烂的时候，咱们反而觉得他帅的没边儿呢？我们看他合体战天道时那一脸的血污，还有入魔后那副控制不住要发疯的样子，真的比穿啥锦衣华服都带感。我就怀疑筑梦是不是故意掌握了什么虐粉密码，只要把王林往死里虐，这颜值绝对能再上一个台阶。说白了，咱们这帮观众可能骨子里就有点怪癖，与其看那个高高在上发型都不乱下的神仙，我们其实更想看的还是那个哪怕被人打得满身是伤，也要咬着牙跟老天爷死磕到底的凡人。咱们今天就来盘一盘王林这堪称奇迹暖暖的换装史，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从土味铁柱进化成现在的红发逼王的。而且你们会发现，这不光是换几件衣服那么简单，这每一套皮肤其实都是他丢掉的一部分人性。说实话，要是现在再把最开始的建模拉出来，肯定很多人会嫌弃出那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衣，那有点憨的黑发斜刘海，要是放在现在的国漫里，估计连路人甲都算不上。但我对这个造型最有感情，你仔细回味一下，那时候的王林眼神里是有光的，那时候他的愤怒是直接写在脸上的，不像现在杀人的时候都冷静的像在切菜。那个乖乖牌的铁柱代表的是还没有被修真界毒打过的凡人王林，那个造型越朴素，现在回头看就越扎心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既然活着不易，不如拼尽全力一试。凡人的命数也不是天定的。如果说铁柱是单纯，那么夺舍后的马良皮肤绝对就是我心里最细思极恐的一个造型。玄师对，这个设计太绝了，外表是阳光开朗的青春男大，看着就想让人喊一声师弟，但你再看他的眼睛，那里头住着一个几百岁的老怪物，就像你在大学校园里看到一个阳光学长，结果一开口发现他是那个掌控着整个地下世界的幕后教父。这种强烈的违和感比单纯画个黑眼圈来表现黑化要高级得多。每当他顶着这张无处无害的脸，嘴角却勾起那种阴狠的笑意时，那种反差带来的压迫感直接拉满。这哪是什么反差萌，这分明是披着人皮的修罗。而在这之后的剧情里，这种人皮下的割裂感更强了，尤其是本尊和分身的造型对比，我觉得这完全是制作组在用皮肤来讲故事。你看分身白衣束发，干干净净，去见婉儿的时候儒雅的像个书生，那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王林内心深处渴望保留的那份柔软，他在婉儿面前永远想维持那份美好的样子。反观本尊，也就是大家吹爆的那个红发黑金款，长发过腰，眼神冷得像看狗一样，这不仅仅是帅，这是一种彻底的异化，他已经快要脱离人的范畴了，变成了那个在地理深处孤独修炼的古神。最后想吐槽一下，就是开头咱们说的那个问题，我发现王林最帅的几个瞬间全是在玩命，比如合体战天道那会儿，金色额印配上星月异瞳，虽然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脸上还带着伤，但那种破碎感反而让他的颜值更上一层楼，就像一个出走的狂神，带着一丝绝望却又狂的没边。还有后来那个蓝色薄甲配兽皮的混搭款，或者是炼魂中的那套校服，穿什么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股子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的狠劲儿。当然最新问鼎期白衣高马尾造型一出来，你就知道那个满身戾气的王林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代宗师，他开始有了神性。所以当我们在这儿对着屏幕喊麻子哥好帅，新皮肤真香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见证一个角色的殉道。他的衣服越来越华丽，袖口的纹路越来越精致，头发越来越长，但他离那个会气鼓鼓，会因为受委屈而撇嘴的铁柱已经隔了千山万水。仙你好就好在他没有让主角一直光鲜亮丽，这些不断变化的皮肤其实就像是一层层厚厚的铠甲。王林把自己包裹得越来越严实，也越来越坚硬，因为他知道软肋一旦露出来就是死。这其实挺像我们每个成年人的，我们也从那个只会傻笑的铁柱慢慢换上了成熟的西装，学会了在不同的人面前戴上不同的面具。我们越来越强，也越来越帅，但只有在深夜卸下所有伪装的时候，或许才会怀念那个曾经穿着校服眼神清澈的自己。